好，这个川普上任啊，他现在真的是干了3件大事哦。一方面呢是这个对于俄罗斯说要制裁，一方面是对欧洲撂了狠话，然后再来就是想要恢复他在中东这边的影响力哦。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他对于俄罗斯哦，他不是一直标榜说，他跟普京是好朋友嘛，他就再度呼吁说，普京赶快跟他碰面哦。但是又这个就是好像两面手法，另一个就讲说关税大刀也有可能会砍向俄罗斯哦，你不吃软就吃硬吧。就是现在俄罗斯经济正在衰退哦，他说，我也是替你着想啊，如果你现在这个就结束战争的话，我是帮你一个忙，不然只会让这个战争哦拖的经济越来越糟。你如果不停战，就有关税。那可是现在2024年最新数据哦，俄罗斯跟美国之间的贸易额已经降到只有37亿美元，也是1992年以来的最低纪录了。那现在川普呢这样的喊话，普京克宫这边也有回应了，就讲说我们现在已经等好了，等着你的来电哦，但是还没有收到任何的讯号啊。你说要见面，你说要联系，我们现在等着你啊。那俄罗斯也在做军事方面的备战哦，他已经重新武装了克里米亚的冷战要地哦，就是位在巴拉克拉瓦湾地下博物馆这一边，他们重新把这些武装哦，又这个重新布置了一下地下潜艇基地哦，有意要重新巩固黑海这边战略的立足点，防止现在日益增长的无人机啊、无人艇这样子的一个攻击。那对于欧洲更不用讲啊，欧洲这一阵子真的是很不平静哦，因为川普不是讲说要继续向北约投钱吗？他计划要从欧洲撤出2万名的美军，那这是占了现在目前欧洲美军总数的20%，而且他计划要向其他的北约成员国，你如果要我们留下来，可以付钱你要付我们这个美军驻留的费用，因为美军是有威慑力的，但是这一笔开销不应该是由美国纳税人来付哦，所以他说我们美国不确定是不是还要继续在北约上面投入任何的资金哦。那我们在保护你北约成员国，可是你却没有保护我们，开始这个谈判的话术出来了，就代表说你这相关的，你们应该要提高 GDP 5%。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说法。We're protecting them, They're not protecting us, we're protecting them. So I don't think we should be spending, I'm not sure we should be spending anything, but we should certainly be helping them. But they should up their 2% to 5%, yeah. 对，反正都是以钱为最主要的一个考量点哦。那北约的秘书长讲说，如果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话，欧洲我们也会买单的呀。那北约的秘书长甚至还提到说，如果俄罗斯胜利，恐怕会损害这个北约的威信哦。将来可能代价更高，要花数兆美元才能够恢复。另外呢，这个中东这里也成了中美之间的角力场，因为我们看到在拜登任内其实中东跟这个中国大陆是越走越近，特别像沙国就越来越不想理这个拜登了。那但是他们现在讲说，这个萨尔曼有可能这个川普想要赶快跟他见面来讨论一下中东局势跟对美国的投资。双方为了中东带来稳定、加强区域安全以及打击恐怖主义，接下来这个未来4年国际经济报复、贸易跟其他机会都可以来谈谈。那沙国现在有意要投资美国6000亿美金。川普已经开始跟他喊价了，就说应该4舍5入，6000亿直接变成1兆，然后他说如果你愿意投资这么多的话，愿意去访问你一下，已经开始叫价了。但是另一个让大家觉得这个川普真是爱恨分明哦，他现在有一个新的命令，伊朗也是一个威胁嘛，对于美国来说，但是呢这个威胁没有解除，可是呢这几个人搞不好更害怕，就是庞佩奥、波顿跟胡克。他说我认为应该要撤销他们的特勤维安因为呢就是我认为时间足够啦，我们接手一份工作，你接手一份工作，你想做一份工作，我们不会为了人们余生提供保障。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所以打算撤销这几个，其实这几个就得罪他了所以就是先撤掉你们的再说。那大陆现在正在为伊朗的弹道飞弹项目提供原料吗？华尔街日报这样子指控他说伊朗的武器计划在去年受到重创，但是
是呢，北京方面正在帮助他重建能力哦，也就是说，这对川普来说是一大挑战。但是伊朗总统反驳啊，说我们没有要做核武器哦，那希望你可以理性一点。我们来问一下亮哥，这个川普对俄罗斯没什么筹码啦。你这边讲这个贸易额只有37亿，对不对？我还看过更低的29亿啊。那你29亿的贸易额能加关税100%好不好？有什么用？那他又不愿意提供军援或金援给乌克兰，所以你有什么筹码？所以其实真正对俄罗斯有筹码的是中国大陆啦，因为俄罗斯的整个工业大概就是中国大陆在支撑的啦。那所以我说，川普坦白讲，他如果真的要解决、要促进俄乌停火，他势必要先去中国大陆走一趟啊，因为他真的没有筹码啊。所以你看那个普京也不太理他，因为川普提的2个方案，俄罗斯都不能接受嘛，说20年不参加北约，或者是说俄乌之间搞个缓冲区，让欧洲驻军，这个俄罗斯都不能接受了。而且俄罗斯目前他的打仗是占上风，对，而且距离那个涅伯城也越来越近，所以时间拖久了，其实恐怕乌克兰会更惨哦。所以时间因素如果站在俄罗斯那边，他急什么？对不对？应该急的是乌克兰啊，对不对？那另外就是对欧洲啊，目前是这样啦，因为他本来是要求北约那个各国的国防预算要到 GDP 的2% 啊，北约有33个国家，目前达标了有23个国家，有10个国家没达标啊。那里面比较大的，美国上面那个国家啦，叫加拿大啦啊，那另外就意大利啦、西班牙啦啊。那川普现在连2%的都还没搞定，要给他搞到5%，5%是很惊人的，5%谁受得了啊？全世界有5%的国家，现在只有1个，有2个啦，就俄罗斯跟乌克兰啦，因为他们在作战嘛。对，目前波兰是最接近的，波兰是4.3%，因为他要把他的陆军 double。那坦白说了，波兰对乌克兰也颇有企图心啊。他当然也忧虑，他第一个被打。所以坦白说，川普拿这个5%真的是。简直是强人所难啊！那目前欧盟也没有办法，我认为欧盟没有什么筹码。那川普其实对欧洲就欧盟啦，很可能会科10到20%的关税哦，因为它是第2大的贸易顺差，仅次于中国。所以川普基本上是有可能出手的啦啊。那至于中东啊，因为川普在2019年。2020年那时候有搞了一个亚伯拉罕协议嘛，那后来拜登也继续，就是促进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的和解啊。那后来因为发生那个以色列那个跟加沙的战争就停了，那后来中国大陆不是促成沙特阿拉伯跟伊朗的和解，所以沙特阿拉伯就不急了啊。那我认为川普还是一样啦，他应该还是会去促进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的正常化了，这个目标当然就是建交了，啊，可是基本上伊朗跟沙特阿拉伯和解啊，还有伊朗有可能会去调整他在阿拉伯半岛的实业民兵的布置啊，其实这个也有助于他跟美国有一些交集了。我认为伊朗已经没有要再搞革命了啦，他大概知道现实对他其实不是很有利。好，请教赖老师。川普确实没有能力解决俄乌的问题，现在越来越明显了啊！他不管用尽各种办法，他派的特使到现在为止啊，已经不知道好几个礼拜都过去了，他仍然接触不了俄国跟决策有关的这个部门，所以普丁的发言人已经多次的说，他们还没有接触到这个美国派来的特使。那就是代表什么？他到目前为止不得其门而入，这第一个。第二个，俄方已经多次的强调，协议的文本都没看到。换言之，也就是说，特使没见到，
那么俄方也没有要打算见，所以他的提出来的协议的文本根本没看到。那这样俄方怎么可能跟你谈判呢？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目前传出来的都是媒体传出来的，说要有北约的部队要进入，然后后来又说那北约部队不要，那就是欧洲的部队加英国。那俄国怎么可能让你欧洲的部队加英国进入到乌克兰境内呢？那这个仗不是白打的，就这么简单。那现有俄国占领的土地该怎么解决？还有传统的这些已经并入俄国的这些州的它的传统的疆域，因为目前俄国实际控制面都不一，例如说卢甘斯克99%左右，可是顿涅茨克大概只有5-6成左右啊，赫尔松也大概在4-5成，那有的比较多，有的比较少。那像克里米亚，那就是全部都掌控了。问题是在于这些你乌克兰买不买单，你北约买不买单？那还有就是传统疆域，也就是不用打就要划归给俄罗斯，是不是这意思？还是不是？那如果是的话，那乌克兰不是就是几个大国那个领土划一划以后，连兵不血刃的就把其他的30%-40%的土地整个都收走了。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讲，那泽连斯基变成叛国贼了。那这个谈判怎么谈下去？可是很明显的，川普他真的是没有手法了，他真的没有筹码啊。刚刚谈到关税问题没筹码，能源的问题，俄国说你现在欧洲跟美国又不是我最大宗。我最大宗是卖给亚洲国家，卖给中国大陆，卖给印度，还卖给亚洲其他的国家。那这个你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我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依靠中国大陆，而不是靠你美国。所以你川普本身所提的那些威胁的方法根本都没效。现在的问题来了，他就回过头来去找北约算账了。那问题是，他找北约算账也没道理。他说都是我们美国人在保护你北约。这胡说八道！北约到现在为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有哪一个北约国家被攻击？没有啊，一个国家都没有被攻击。乌克兰不是北约的国家，所以俄乌的战争跟北约无关，因为它并不是攻击北约的国家，所以没有一个北约的国家被美国保护，因为没有人攻击它嘛。同样的道理，美国也没有被攻击啊。所以北约也没有理由要去保护美国啊，北约没有保护美国，美国没有保护北约，那他们说，那你都靠着我美国保护，你应该多给我钱，这个也没道理啊，因为你根本没有保护啊，因为没有人攻击他，那怎么多给钱呢？更何况你要求国防预算5%，他要求台湾10%，那比我们的整个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多不到多少倍啊？那现在赖清德，你有3万多亿你都还不够花。你有3兆台币你都不够花，你还一直叫穷。坦白说，你下台一鞠躬，周荣泰，你下台一鞠躬，你给我2900亿，我绝对让中央政府运转得很好，而地方政府都很富。你让我来当行政院长，我来阻隔2500亿，我不用到3000亿。你看我这次自我砍掉2兆5千亿，你给我2兆5千亿，我就让整个我们的台湾每个老百姓肥滋滋的，2兆5千亿就好。你3兆你都不够花，讲到这我就生气。好，但是5%的国防预算，欧洲人做不到，你美国人也做不到，所以你川普不要再这样子，你美国人也不过是3点几%而已，你也不到5%。对，好，来问一下。川普说要拿这个关税来制裁俄罗斯，这不痛不痒。这个俄罗斯他根本不会在乎这一个，只是个关税制裁。他那个俄罗斯这个土地广大，地广人稀，矿产丰富，农业产品也丰富。他卖天然气，卖石油，而且他还这个农产品还出口，所以对俄罗斯来看，做经济制裁那是最下策。那换句话，川普也只能做经济制裁。那这样对俄罗斯来看不痛不痒。我们看俄乌战争，乌克兰在这一方面呢，因为乌克兰他一直靠外面对他的支持力度，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战争的支持已经支持了3年，就打仗打成这个样，全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很多武器都提供给乌克兰，乌克兰还是没有办法。那现在乌克兰呢，他现在3个短板呢没有办法克服。第一个，我认为他的征兵年龄已经到17岁了，我认为17岁按照过往来判断呢，只能打3个月，那3个月之后可能征兵要到16岁，娃娃兵上场，因为17征兵这一个年纪只有3个月，他的3个月就要消失殆尽，换到乌克兰的这个年轻这一代全灭，
就已经全灭了，没有了。那现在如果3个月还在继续在打下去，乌克兰剩下征兵剩下16岁，那16岁多惨啊！那些小孩那是很滋嫩的面孔就要上战场，这没有办法，已经到目前是17岁得打3个月。我们可以看，去打仗，对，国中生可能要上去了，拿了枪，可能这样，那只能说当做这我们讲沙包，或者是当做我们讲的炮灰啦，变成这个状况，这很惨。那另外一个，我可以看美国的军援不明确。你看哦，川普对乌克兰的支持，我认为没有拜登。Joe Biden 对乌克兰这方面的支持，要钱给钱，要武器给武器，甚至帮这个乌克兰训练 F-16的飞行员，都帮他。Joe Biden 比较积极，川普没那么积极哦。这个对乌克兰来看也是个警讯哦，因为我们可以看出来，川普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从他各种的讲话，对乌克兰战争的乌克兰的支持，并没有很积极、很大力、很用心的在推动哦，只能说那就是对俄罗斯提高关税来做一些经济上的制裁，这个没有用，这个对乌克兰战争来看，对乌克兰的帮助是没有用的。那第三个，我们来看，川普哦，他退群哦，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退出了 WHO 世界卫生组织，那会不会对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搞不好会不会退群？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大家认为他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32个会员国之一，他会不会排除？我认为川普有退群的记录，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方面的支持，我认为我采取没有，并不会像拜登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的力度那么强。我认为这也是对乌克兰来看是个警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川普在世界经济论坛又向全球秀肌肉啊，哇，四处出击，包含了压油价、降利率、关税战，还提到了习近平以及俄罗斯哦。他呼吁 OPEC 要降低油价，然后要求各国的央行你们都得要降息，降油价是可以结束俄乌战争的哦。那未来一切都要由美国优先，美国制造，否则就是用关税伺候。那谈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时候，倒是给予正面肯定哦。那目前他这个关税大棒好像拿在身上四处挥啊，他已经重申了，就说要动用关税把制造业回流到美国，而且向一些在场的企业高管、全球公司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在美国生产，这个是你们的权利哦。那当然很简单呐，你们就得要支付关税啦，数额不等哦。那这个关税将会把数千亿美元甚至数万亿美元哦，直接注入到我们的国库当中。针对这一番谈话，彭博社就分析哦，说各国的领导人呢，无论是川普意识形态上的盟友，还是对他持有批判态度的人，其实都意识到啦，接下来这4年哦，这个川普都会是他们的对手，就是在川普的周遭啊，你不见得是朋友，你绝对会被他给波及到哦。那所以这个恐怕要找到一种跟他打交道的方式，而白宫也正在规划一些贸易改革哦。他对外一直在讲说，我也要关税给你加，然后现在目前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就讲说，你可以称之为关税与贸易政策的蓝图哦。那大概会在未来的100天左右，可能不会啦，可能会讲的有讲跟没讲一样。总之呢，他们正在研拟当中。那这样的举动可能会使得美国跟全世界1年数兆美元的商业活动发生全盘性的改变，整个要重新洗牌重组了。那再来，这个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的话，好像是一种黑白脸这个交替来替换的这种感觉嘛，他用的都是一些抗中大将哦。你看这个 CIA 的局长雷克里夫，他来出任，他说，接下来要加强关注中国以及其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构成的威胁。那相信美国也能够有对抗俄罗斯的野心啊。他过去就是一个抗中的鹰派大将，因为他之前就有讲说 CIA 必须要关注中共的威胁。那现在目前美国的2党2院表态会跟川普联手来
来一起推动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那讲到了对于这个中国大陆要课税你看他这一番话好像很不愿意，但不得不这么做。他说：“哎呀，我宁愿不要用这一招，就是不要对中国苛征关税。我们对中国有一个很大的权利就是关税，但是他们，也就是说中国不想要关税，我宁愿不要用关税但是这是对于中国很大的权利，绕来绕去，最终就是我还是要对你课关税，只是要讲的说，我也不是情愿的，是不得不的，很会这样绕啊绕的讲话。那再来这个 TikTok 的事件，川普提到了，就是回应了反 TikTok 人士，他们讲说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间谍应用程式那川普就讲说，同样说法也可以套到中国所有的制造产品我们的手机大多数也是中国制造还有众多产品也都是那为什么大家不提这一点呢？ TikTok 有趣之处在于它跟许多年轻人打交道，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监视年轻人和小孩看一些疯狂影片有那么重要吗？所以就是好像也讲的挺有道理的，就是这没有必要渲染成这种国安问题嘛。但是美国现在目前冰火二重天加州的野火又失控了，变成了休斯大火，在短短3小时快速蔓延，已经烧毁了1万英亩，相当于40平方公里左右但是呢，你看到另一边南部却罕见的迎来雪地世界极地寒流来袭，所以导致了这样子德州到大西洋沿岸全部都是各州破了降雪的记录。那其实川普之前有讲说要帮助加州的话，加州必须要改变这个水资源的管理方式才愿意提供改变那紧接着就是美国时间就是周5，也就是我们大概是凌晨就是我们周6的这个时间，川普要去加州看一看目前这个山火的情况了。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我觉得川普既然透过幕僚表示100日内要访中那在这100日内，我不认为他会对中国做大动作了。尤其是被解读为冲突的动作，就3个月的平静，3个月的观察啦。因为他后来又讲说，我只要接到邀请，我就立刻去。所以坦白讲，就是中国大陆也在观察他啦。因为他的幕僚阁员讲话不一定一致嘛，所以人家也在观察你所以因为他太容易跳痛所以人家就要看你是不是一致，不然我浪费时间，又陪你玩了半天，连拜登都这样了，何况是你，对不对？所以我就是觉得中国大陆大概就觉得我不是单纯要见你我是真的愿意来跟你好好讨论那川普是这样，他有很多问题真的没有中国的介入，不容易达成目标啦。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俄乌停火，事实上还有别的地方比如说巴拿马运河，李嘉诚的和记黄埔，目前是经营商那跟中国大陆也有关系对不对？所以而且还有别的啦，比如说芬太尼所以我是觉得中美真的有蛮多议题，他讲的也没错啦，就合作可以解决很多事情。那中国大陆也在，就是他就职3天前那个电话嘛，中国大陆也有公布新闻稿。那习近平也表示，中美合作可以做大事、做好事、做实事所以我觉得2个领导人态度是相像的啦可是川普因为讲话常常跳来跳去嘛。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会增加一点观察期了，所以我认为在这还没有正式去之前，包括美国要不要挺菲律宾去黄岩岛啦，或者是要不要突然要瞌睡啦，这种事情大概不会发生，那至于这个加州我认为川普已经注定要跟民主党的2个代表州发生激烈的对抗了。因为加州上一次就已经对抗过了，对那个时候就是 Newsom 完全一样。那目前还要加上很多新的议题了，不只是绿能问题性别多元化的问题了，对不对？那还有环保的问题，加州就是环保问题就是非常不一致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有得搞啦。所以事实上加州 Newsom 已经成立了一个准备要跟联邦政府打官司的一个委员会
所以这个可能是第一年会不断重复出现的一个争端了。好，来请教赖老师。川普如果能够让 OPEC Plus 的油价往下降，而且降多一点，我们是支持的，而且也欢迎啊，因为我们这种很大的部分都是石油需求国啊，而不是生产制造国。那如果油价能够一直往下降的话，对我们的这个开车人来说，对我们的能源来讲，对所有的运输成本啊，还有能源成本都往下降，那物价会往下降，我觉得这是好事情。所以我们支持啊，如果川普能够有效的让那个 OPEC Plus 能够把油价往下拉，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那各国的央行要降息，有些国家的央行是比较不容易降息，因为它在这段时间内它也没有升多少息，所以它能够降的空间是有限。我想这个效果并不大了啊。那关税的问题，我们明确的已经看到了，川普对于他的盟国的下手力道是比较重，然后对于他的对手国中国大陆，他似乎是还在忍耐啊，还在等待，希望说大陆能够给他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我个人倒认为大陆是很愿意给川普一个正面的回应，也就是说你要求公平贸易没有问题啊，你要求这个贸易平衡没问题啊。中国大陆本来就不希望成为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顺差国嘛，因为大陆并不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一个国家，所以它的富裕并不来自于出口，而出口只是是让它富裕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它国内的经济的需求总生产力占它的整个总经济体65%，它的外贸才占30%到35%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美国也不过就是6000多亿，如果能平衡是好事，但问题就这样子，就是大陆卖给美国的商品并没有逼得你美国人来买啊，可是你美国人要我买的商品是你逼着我买的这个不太一样吧？那我中国人要买的商品你不卖，那是你的问题啊。你如果卖了，这个贸易平衡早就解决问题了嘛。我要买的你不卖，然后呢，你要买的我都卖。那现在的情况是，你要我买我不愿意买的东西，这个有点太超过了吧？那你美国你总是平衡公平，就是你卖给我我要买的东西，我敢保证给你买的肥滋滋的给你买的让你开心的不得了，晶片之类的，晶片之类的啦，2奈米啦，3奈米啦，5奈米啦 ，AI 啦，英伟达呀，英伟达在台湾多设个厂平民买平民卖不过川普不会让英伟达在台湾多设厂应该在美国要美国制造好。可另外一个你要产业回流到美国去，那你要提供给这些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你的生产制造的工人，我觉得美国人做不到，川普你做不到，因为你的人大部分都是愿意从事服务业，不愿意从事劳动制造业。你的能源问题你也解决不了，因为你的能源跟中国大陆比起来，你缺太多了。最后你的物流的成本，你的港口现在还用人力来调动，人家都大陆是完全智能化，结果他们的工会定出一个规则，20年、30年不能够智能化，你看没有？这个物流怎么能够赶得上你的进出口呢？川普先解决国内问题再说吧。好，来请教将军。我认为川普总统的他这个关税的政策，这个不是万灵丹，他一定要从产业结构来做调整，因为他产业结构出了问题，人力成本也过高，那造成它的制造成本就增加，那这样子卖出的东西总是贵嘛。你看现在美国以前的时候，美国车很流行的，你有部美国车好像很拉风，很炫眼的，现在不是了。你或者是买了一个美国的冷气机，感觉到可以去炫耀，现在没有了。美国制造业这方面是萎缩很严重，所以我认为它是科技的成分下降了，其他的都已经起来了。那其他的包含了这些晶片、半导体，或者是其他的比较精密的这种产业，或者是这个新能源车，那其他都已经取代美国了。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的优势不在了，它靠关税，以提高关税来保护它国内的产业，我认为这不是万灵丹，它要从产业结构来着手。而且川普现在面对的是美国的国债那么高，36万亿美元，那么大，它那么沉重，怎么样去解决？而且它的贸易赤字1万亿美元，怎么去解决？那他当然希望到中国大陆，希望中国大陆都买美国的产品。但是问题是中国大陆
它现在它比如它的农业的话，它像巴西，它现在有金砖平台，金砖5国现在已经变成金砖10国了，它向巴西去买农产品，不像美国买了，像美国就买的就少了，那美国农产品卖到哪里去？那甚至的话，中国大陆还向阿根廷进口牛肉，向阿根廷进口农产品，那这样的话，那美国的农业市场、牛肉市场，这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占比就下降了。所以我想，川普过去是要去推销美国的这些相关的产业，美国现在一枝独秀的就是军工产业，但是军工产业只要世界一和平，大家对这个军工产业这种需求就会降低啊。那这样的话，美国又有多大的这个军工市场可以帮美国赚外汇、帮美国赚钱？这又是成为问题了。所以我们可以看美国的，它要从产业的结构来着手，要如何去降低它的人力成本。我认为这个是它的降低人力成本哦。那它这样子，它的这个出货的这种成本就降低，才能够往外面去卖，不然美国货。观众朋友们，午安！感谢您准时收看《新闻大白话》，我们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马上来看一下是不是美国的保台是喊假的呢？川普的新内阁现在抛出了弃台论了。他任命的国防部助理副部长呢，提到了即使台湾失守，台湾民众的生活也不会，不对，是美国民众的生活不会受到影响啊。但是呢，这个卢比欧是在四方会谈的时候重申，反对使用武力来改变区域现状，讲的是有点空啊，但是真实的大白话就是美国不会受影响啊，所以他们是不是骨子里面就是对于川普来讲，这个台湾的重要性到底需不需要为台湾出兵，一目了然嘛。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完之后，自己心里要有个底。那再来，美国国务卿就是卢比欧，他接下来的访问计划在1月底2月初进行，要来访问瓜地马拉啊、萨尔瓦多，还有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网友在那边讲说，赖清德你赶快呼喊一下啊，邀请美国国务卿来台，证明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台美关系坚若磐石啊，不然讲了半天都是反对我们这个反对这边用武力改变现况，但是并没有实质的让大家看出来你现在跟这个川普政府的这种友好性嘛。那再来，我们看到了美菲的外长通话，讲说中国大陆在南海的行动很危险。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他昨天是跟菲国的外长提及到说，现在这个中国大陆在南海的一些行动他们重申华府对于菲律宾坚定的支持防卫承诺。那大陆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毛宁就讲，美国你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啊，你是无权介入中菲之间的涉海问题的已经给予一些警告啦。那再来大陆的这个军武最近我们真的看到哇，各个层面海陆空你都有看到新的这个装备亮相啊。大陆想先实现了潜射海空无人机，哇，直接可以从海里面这样子发射无人机那所以现在是不是在台海来说的话，它的防卫力攻防力是远远超过美国想象。这是西北工业大学跟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人员联手已经开发出来，世上首架可以从潜舰就在水底下这样发射，在海空间反复往返就是你可以这样子从海中到空中，然后再从空中完成任务之后回到海中，这样子的一个无人机，哇，这太厉害了，这可以跨2个维度就是海空这样子切换着，所以真的是让大家叹为观止，就现在中国大陆的军事的进步程度那还有中国大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也不断向这个国外去展示它的一些能力试射东风31AG， 而且呢，习近平也试导了东风26第9次中俄巡航呢，飞出了轰6N， 那可能是要向美国来展示一下，也是在川普上台之前秀一秀，让你看一看我们现在有哪些这个新的装备，可能也是要释放一些讯号那现在目前川普是已经正式上台了嘛？
中美关系现在增加许多不确定性。英国媒体说，可以观察这5个面向来判断这个台海的危机、灰色地带、威胁手段，还有台湾的武器取得以及整合的延宕、舆论战，这都是在影响目前台海的这种关键的一个讯号哦。川普第2次在上台，过去呢大家有印象哦，这也是这个被爆料说，川普讲说这个办公桌啊，这个办公桌就相当于是中国大陆，那台湾不过是原子笔上的一个笔尖，但是现在被讲，现在台湾搞不好连笔尖都不是了，连笔尖都算不上了嘛。那他在就职典礼安排和他这个上任首日的情况来看看，他在第2任期有可能台湾的重要性对他来讲，这支笔搞不好已经丢了，就已经连笔尖都找不着了，所以这个中美的关系才是他现在重中之重。另外，美国的军舰的部署全球部署将由欧洲转向印太地区，那可能会对于中国大陆因为对台湾、冲绳、菲律宾这边他们讲说可能会有一些军事上面冲突的可能性所以美国因此在调整它的资源配置。那但是呢，美国换航母的计划一再拖延是不是反映出来美国现在的军力的危机呢？他们1号舰福特在2005年开工，2013年正式下水，2017服役。现在这个舰使用了非常多的新技术，但是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方说像是升降机问题啊、电磁弹射问题都有待解决。而且它这个建造是不是赶不上退役退役的这军舰越来越多了。那随着担任这个防空指挥舰的船不断的老化退役，美军现在已经陷入到无船可用的状态当中只能暂时使用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作为这个替代品来等待新的舰艇服役。但是对照一下中国大陆的这个舰艇的打造速度大陆的军工厂每年是3到4艘的攻击型的核潜舰以及1.5到2艘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这样的速度在生产。美国的智库讲说，哇，恐怕接下来战略平衡或是全面的逆转就是在眼前了。那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我觉得美国的新任的内阁讲话有时候会互相矛盾那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在密切观察，就是说你到底川普讲的有没有办法整顿你内部的路线比如说我们看到 Rubio 讲这话，就是菲律宾的部分那你意思是还要继续支持菲律宾来跟中国大陆对着干吗？可是你却看到菲律宾并没有被川普邀请去参加就职典礼那到底是以哪个为准然后还有那个 Hexas 他的国防部长，他也说要维持对中国的威慑能力那具体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不是就是川普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恐怕是川普要面对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如果川普跟他的防长国务卿如果常常有一些语义上的理解的冲突或矛盾那中国大陆对于他访中恐怕就不会抱那么大的期待了这个是难免的嘛这个因为一开始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那至于讲到那个 Dahmer 就是那个国防部那个他以前讲过的话这个也是一样比如说你去看那个苏利文，拜登的国安顾问，他以前在当希拉蕊的办公室主任的时候，还讲过要把台湾来折换美债可是他接了国安顾问之后就不讲了所以这个还是要观察啦，就是倒不见得说他以前讲过这个进了内阁他就能够这样坚持不过就是中国大陆大概最近3、4个月来不断的就是不隐藏了啦，不断的把他的军武就一个一个秀出来嘛这个时间其实很长了，那个第6代战机只是其中之一事实上从925他那个就是东风31A机全程试射那时候就开始了然后还有双航母演习然后还有习近平去安徽看东风26啦其实蛮多的啦，还有珠海航展对，出现无人机的架势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向美国摆明的就是说
你千万不要误解了，因为战争往往或者是冲突往往都是低估对手造成的。对，啊，那尤其是他可能知道川普这个人很容易高估自己啊，所以要明着秀给你看啊，你不要高估自己啊。因为高估自己就容易冲突，就不能用隐晦方式啊。对，必须得要大张旗鼓，必须要大张旗鼓。而且，川普因为权力很集中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可能做这些调整，真的就是做给川普看的。因为如果你是美国军方，我相信他们也是长期在 follow 了。可是川普他权力集中啊，那他不一定会跟防长商量啊之类的，而且他这个防长坦白讲也不懂啊，对不对？对于川普来讲，他可能比较相信他媒体看到的东西，新媒体亮相，因为川普这个人，我也很难想象他会去问印太司令啊，他可能自己就做决定了，所以我的感觉啦，就是说，中国大陆为什么这3-4个月来这么就是不长了啦，就是都让自己的肌肉都秀出来吧，就是要让你了解说，第一岛链你的代价是很大的，你最好评估一下啊。那我认为川普应该是看到了，而且川普确实未来有很多事情，我觉得他自己也讲得蛮白的啦。他就职演说有一段话，我觉得我们台湾都漏掉了。他说以前美国都在用参与几场战争来做自我评估嘛。事实上还有2个东西，第一个叫做停止多少战争，那第二个叫做我们不参与哪些战争，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停止战争就是指俄乌战争，不参与什么战争，很可能就是台海战争，所以我觉得他是意有所指啊，然后他就自我界定为说我是和平制造者，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有一个想要缔造和平时代的一个企图啦，除了扩张版图之外，这2个我觉得都有。好，来请教赖老师。卢比奥他是在拜登时期执政4年时期，民主党跟共和党2党都有共识，在国会这个反中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方向脉络的结晶品。所以他整个上台之后，他也好，或是他的国防部部长，他们的整个走法都还是拜登时代的走法。那所以我们严格的定义来说的话，这个卢比奥也好，或者是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部长，他们都是属于拜登的部长，不是川普的部长啊。那川普现在的眼中还是只有这个关税的问题。他对欧洲的关税，对中国的关税，那中国的关税里面，他已经不断的强调，他是追求的是公平贸易，所以关税的分量在往下降。但是在欧洲，他把关税的分量往上提升。但是在国家安全这个部分，他集中在这个俄乌的冲突这个部分解决俄乌的战争。可是问题是，当卢比奥他主持了 QUAD， 这是拜登的主张，又给这个菲律宾的外交部长一个承诺，说美菲的军事同盟条约有效，然后他的防长也跟菲律宾的防长都再度的承诺美菲的共同防御有效。中国大陆已经第一时间对于这2位部长的讲话都已经有反应了，也就是说你不是南海的国家，那你不要来参与。那如果你硬要来参与，那就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了，那就不是中国跟菲律宾的问题，不是南海那样的问题，那就是我跟你的问题了。那既然是中国跟你美国的问题，那也就是说潜在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升高了，这个就违反了川普在就职演说里面提出来的不要卷入新一场的战争，这个大方向完全违反了，然后终结战争更是违反。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下的话，我们就要看川普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那现在中俄2国的元首他们在推的是元首引领，元首引领是比较斯文的外交用语，但是我们用比较通俗可理解的话，就是说谁说了算，老大说了算。那也就是说2国的元首定案了，拍板定案，下面的就是执行者。川普对这套他是吃的，他也喜欢。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那川普会不会再像他第一任的时候被庞贝奥、波顿他们带着走，还是他带着卢比欧、华尔兹他们走？那就要看这个川普本身是不是够不够格当一个大国的领袖了。那如果川普他要证明他是大国的领袖，那势必要改变的就是卢比奥。那也就是说，如果川普的理念态度跟卢比奥跟传统的拜登他们都不一样的话，那改变的一定就是卢比奥，一定就是这个美国的白宫安全顾问跟国防部部长，对，甚至连他们的情报局局长都一样。如果他们不改，他们就滚蛋；如果他们一改了，那就整个局势就变了。所以我觉得确实我赞成这个郑亮所提出来的。我觉得再看一阵子，就是让他再走一阵子，看看你川普最后开始面对国家安全问题、区域安全问题的时候，他的态度一旦出来，我讲就会越来越清晰了。好，来请教将军。美国对台湾的战略支持，原则上采取的是限制性的战略它比如有3个征候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他对台湾的这个军购的交货都向好递延，他没有那么急迫性的给台湾。那这样的战争的现在的作战形态日新月异，推陈出新，非常的快速。等到我们在拿到的时候，这些装备都过时了。我们现在有6000亿台币的这些军购的预算都支出去了，但是美国没有到货。比如说我们拿 F-16V 来看，在2023年就要交货了，结果2023年没有，2024去年到第4季要交也没有拿到，一直到现在2025，所以一直向后递延。那拿到中共的这些方面的战机这个推陈出新很快，我们在这方面的应变非常的慢，所以美国对台湾的这一方面的军事上的支持是非常限制的。第二个，我们来看美国原则上不邀台湾参加美国在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的军演联合利剑的演习，美国的跟日本的联合利剑没有邀请台湾，这个北方对抗演习没有邀请台湾，环太平洋军演也不邀请台湾，都不邀请台湾，所以没有邀请台湾不参加没有关系，邀请台湾作为观摩，有带来一个观摩团或来一个这个演习作业让台湾来这边来参考演习作业也没有，或者连这个最演习的派个观摩团，美国都不邀请，所以就在台湾周边，所以美国对台湾来看是缚手缚脚，并没有放手支持。第三个，最先进的装备不卖给台湾，我们台湾最需要的 F-35，中共那么多逆中战机，台湾一架逆中战机都没有，你看限制性。台湾要的 P-8A 的反潜巡逻机也没有卖给台湾，那这个台湾所急需的，台湾也需要空中加油机，也没有任何一架的空中加油机卖给台湾，所以一直对台湾是缚手缚脚，对台湾的这个军事上的战略支持是有限度的。那可以看，那我们现在看中国大陆这方面的这个军事上，你看不断的这个推陈出新非常快速，已经进入了无人机大量使用，包含这种长航程的长留空时间的这种无人机都在广泛使用了，我们拿不到。我们到现在为止，包含我们都款项都已经付款的，我们所买的海上卫士的无人机买了4架，到现在1架都还没有到位，就可以知道了。美国也是采取限制性的。那中国大陆已经走向这个人工智慧 AI 化了，我们在这一方面也没有。你看，我们都是一直在停滞的，就包含这些机器人或者机器狼、机器狗，我们在这方面都没有。那我们这样的话，将来打仗打科技，所以我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台湾现在面临的军事上的这种状况是非常严峻的。那我们这种两岸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台湾在这方面不得不有所警醒。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